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鸡胸肉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。今天搭配丝瓜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。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，准备适量的鸡胸肉放在碗中，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因为鸡胸肉是冰冻的，难免有一些添加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浸泡5分钟左右，我们再简单的清洗一下。因为这种鸡胸肉是不用焯水的，鸡胸肉在贩卖或者是运输的过程中，难免接触到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直接捞出来，接着简单的处理一下。鸡胸肉的表面有一些筋膜，我们一定要提前处理干净，这样在吃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口感。今天的鸡胸肉千万不能切太细，大约切成 1.5 公分左右的小长条，然后再转过来切成 1.5 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因为鸡胸肉的含水量特别重，做出来的成品会缩水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小丁，切好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像这种鸡胸肉，我们一定要提前腌制一下。加入切好的葱和姜，因为葱姜有很好的去腥作用。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鲜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提前入下底味，多一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，充分的和鸡胸肉融合在一起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条丝瓜，削掉外皮。现在是丝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这种丝瓜很多地方也叫水瓜，因为它含水量特别重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呢？丝瓜皮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来泡水喝。丝瓜的两端稍微的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后对半切开。接下来再切成小条，一根丝瓜切成4等份。中间的瓜瓤含水量特别重，而且炒出来软绵绵的，我们也要切下来。但是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呢做包子馅或者是饺子馅，都是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切成大约 1.5 公分左右的小方块，全部切好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因为丝瓜和空气直接接触的话很容易氧化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处理一下。加入小半勺的白醋，1大勺的食盐，再倒满多一点的山泉水。加入食盐和白醋可以防止氧化变色，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。接着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一小块去皮的老姜同样切成小丁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接下来准备几个本地红辣椒，去掉辣椒蒂，然后对半切开。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也处理下来，这样切出来的辣椒片会更好看一些。把红椒全部切成大约 0.5 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如果吃得比较辣一点的，也可以用小米椒来替代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鸡胸肉也已经腌制好了，里面的葱和姜也已经完全的释放出了香味，我们就直接挑选出来。加入1大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鸡胸肉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，这也是鸡胸肉鲜香滑嫩的主要原因。
加入小半勺的花生油，锁住鸡胸肉的营养和水分，同时还可以在炒制的过程中不容易粘连在一起。现在的丝瓜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加入了食盐和白醋，一点都没有氧化变色，全部控干水分捞出来，放在盘中备用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下来把鸡胸肉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鸡胸肉炒制一下。一般在饭店我们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但是我们自己在家做，那样操作起来也不方便，而且油太多也吃着不健康。像视频中这样快速的翻炒，使每一块鸡胸肉都受液均匀，整个过程大约在1分钟左右。炒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不然的话鸡胸肉很容易发柴。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鸡胸肉受液更均匀。炒成视频中这样表面微微金黄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的鸡胸肉也已经炒出了香味，盛在大一点的盘中备用。锅留底油，下入切好的姜蒜红椒片，小火煸炒，把辅料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丝瓜倒在锅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丝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很多朋友炒丝瓜喜欢用焯水的方式，其实焯过水之后的丝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会大打折扣。就像视频中这样，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把鸡胸肉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使鸡胸肉和丝瓜充分的融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接着往锅中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因为丝瓜和鸡胸肉切得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焖煮一会儿。加入小半勺的食盐和少许的胡椒粉调味，这里我们就不需要添加鸡精或者是味精，因为丝瓜加入鸡精或者是味精吃起来就会发苦，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。汤汁不多时，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。做这道菜汤汁不要输太干，用汤汁来泡米饭也是绝子。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带有一点点汤汁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鸡胸肉炒丝瓜就这样做好啦。鸡胸肉的营养十分的全面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而且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，多为不饱和脂肪酸，经常食用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丝瓜的营养也十分的全面，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，两者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